OK，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串叶子就好了，加到这个地方，加一串这个叶子啊，往上折一个枝。对，可以去练一练。你看这个叶脉的枝是怎么画的啊？你看我顺着这个边边，你看笔尖，你看啊，轻轻点住，折下来，细一点，你看。放几个，你看这种带比较柔的枝，给它放在上面，穿插几个比较柔的枝啊。那也是的。蘸一下我们的三青，蘸点胭脂啊，蘸点胭脂。截屏啊，稍等一下，奶奶，稍等一下，奶奶啊。你看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叶子是怎么画的啊？你看，笔尖点住，向上推。对吧？这一块叶子你可以多推一点啊，多画点叶子上去。蘸一下三青，加点我们的胭脂。朝这边你看，推点小叶儿，藏在后面啊，藏一点点。然后放点藤黄，还有曙红。藤黄和曙红的颜色最好看。藤黄和曙红啊，调的什么绿一点，调的红一点，调的红一点。然后你看这个嫩芽，点一下，笔尖你看点出来一条，点一些比较嫩的啊，比较嫩的这个小芽，对吧？特别嫩，一条一条、一缕一缕的感觉给它加出来。对吧？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你看，这个就是这种，你看小叶脉的，你看一个什么生发的一个长势，叶脉的生发和长势很重要，对吧？叶脉是带生发和长势的，你看这样画出来，这个就比较漂亮一点。你看朝这个地方，你看穿进去，对吧？这样我们这一串嫩芽我们就画好了。藤黄再蘸点胭脂啊，你看多来一点，你看。OK 啊，是不是啊？可以这样子呢，我们这一串牡丹啊，基本上就画差不多了。喜欢的话点点赞啊！一会儿画完这个花瓶，可以先截个图先。画完之后可以先截个图，然后我勾一下叶脉给你们看，好不好？就你们不是问我经常问叶脉吗？看雁塔顺教序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啊？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叶脉，好吧？你看我拿出去中楷，就是勾雁塔的，它的这个线条，它有一条，它是有一个柔韧度的。请看我的笔蘸什么？蘸的是胭脂啊，毛笔蘸的是胭脂，整一个笔蘸胭脂。然后呢，蘸一点什么呀？蘸一点点墨汁，一点淡墨啊，放在一起。就是我们日常勾叶脉和用了那个线条勾叶脉，它是不太一样的。大家众所周知，雁塔的线条是比较柔的那一种。你看上面啊，我勾给你们看。我们把细节处理一下啊，看这里。比如说，你看这边这个，那这边的这些叶子，我们的勾的方法啊，正常我们会这么勾。你看笔尖点住，好下来，然后打个勾，这是我们的正常勾法啊。一般家人们大家都这么勾的，是不是？你看，哎，这边再勾一下啊，就这种，你看，
是不是正常就这么勾，对不对？这样我这样说大家能理解吗？我们正常是不是都这么勾的？是不是？正常的勾法我们都这么勾的呀，大家都这么勾。或者很多人他们都这样勾，偶尔会快一点，对不对？最多会加快点速度。我这样讲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一啊，能够理解打一个一啊。对，正常就是这么勾的。那你看我们加了雁塔的质感，你看啊，点粗的、细的、粗的停顿，理解了吗？对，你看它俩的线条本质上它就是不一样的。它的雁塔线条质感就是这种柔，它的变化，你看点。看到了吗？这两个线条有什么区别？对，有什么区别？它的柔韧度特别好，而且很自然了，因为雁塔的线条就是那样子，一条一条，它都是这样子的。以前我们写雁塔总喜欢摇头晃脑的，知道吧？因为总感觉那个人要被线条带走了。经常我们在写的时候也会头摇来摇去的啊，因为真的有这种感觉，人会被这线条带走。对，它会有比较弹性一点。就所以说你们经常说我画的很快，明白了吧？因为因为这个写雁塔的它就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手会晃，人会晃，摇头晃脑，就是习惯没养好那时候啊。有那本没有，你需要的话你私信吧。对你回头我告诉你在哪找的，水果店就有姐妹。水果店就有，但是你得把它要学好，它的线条是入木三分的，对，那个线条是真是入木三分，这是我上学的时候一直写的东西，上学的时候一直写，虽然说现在写的少了，线条就飘起来了，慢慢的，都比较沉，那个线条很沉。你看这个线啊，所以有用笔支撑之后，你的东西就会很漂亮。哎，好的，OK 啊，这样的我们这一片的这个花头我们就画好了啊。对，上一遍色够了，它又不是工笔，上一遍色够了。然后我们现在画什么啊？画这个外面这个地方，反正画11点就下播啊。画外面这里啊，有一只花，有一只什么东西啊长进来啊，有一只这个。对，够了呀。因为我们这个构图，你看这里有一个花瓶，下面这边你看长出一个枝子啊，长出一个这种树枝，有点，就这个树枝啊，长出一些树枝从这个地方下来的，一些花的一些枝干。上一遍色够了，画一遍花的枝干。首先我会先蘸一点黑色的颜料，花蕊还没有画，对，回头我分享一下，花蕊我还没有画，花蕊一会儿最后再画吧。整一支笔蘸着我们的黑色墨汁啊，
整支笔占着我们的，对，窗外一枝花。又画紫色二桥啊，没有，那个地方就画的粉色的特别浅。好，你看我在这个地方，你看啊，这是不是有个窗，有一个窗臼啊，是吧？好，画在这个啊，画在这个外面一个小框框，画到这里。对吧？一个小窗臼，这个地方对齐，也再来个窗臼，对吧？画一个小窗臼。这个你可以撕我，对，你看这个地方，你看朝里边再点住向下，哎，过来一片，再给它横过来一只，啊，给它折起来，就是框框一样的，你看朝里边给它折起来，涂黑就行。因为我这个画的是什么？画的是窗户外面啊，有一只牡丹，或者是其他水果啊，什么柿子啊、石榴的都行，当季水果。然后呢，哎，这个雨呀、外面在下雨嘛，然后这个雨呢打在这个玻璃上面，画出一些水珠，画出一些水珠，理解了吗？这窗是纸糊，窗是玻璃的，玻璃，因为我要画一个水珠，在玻璃上面留下来的质感。对，上面继续再画一个，所以我说画不完的话也没关系，我明天会接着画，直到把它画完为止。对，这个不是纸糊的，事事如意更好啊，可以啊，画点柿子也行，对吧？把这个地方画黑一点啊，可以啊，画柿子也可以，画几个小柿子啊，在这个外面，少一点。如果画柿子的话，就不用太多的叶子了，理解了吗？对，如果画柿子啊，就不用画很多叶子。对，没画也可以不画叶子，因为众所周知的，柿子在长出来的时候，它长柿子的那个时候，它是没有叶子的啊。秋天啊，叶子都掉完了都。虽然它们不是一个季节的，但是其实我们国画的意象是没关系的。和牡丹之间没看见，没事，我给你放课里，青叶啊，在课里边。然后你看，我们这边再横过来一个啊，你看朝这边点住，对吧？下次画雪花可以啊。你看这个窗户给它画上去，小心翼翼的啊，因为很担心把这个画坏就完蛋了，对吧？给它这样横着给它画起来。对，柿子在长的话都是叶子都掉完了。我们的水可能要等到明天画，因为这个墨它没有干，我打上水它会阴开。我如果直接打水，它会阴开，对吧？线条画杠杠的还好吧？这个简单，这个简单的，它这个不要求画的特别，就是没有要求说必须画的特别的细，所以就比较好画。稍微大家细心一点都可以画出来。
和黑色的。谢谢大家点赞和支持。OK， 你看，我们继续的把它往下面再画下来，画这个窗框往下走啊，往下走。你看这个框框是不是就出现了？我看到哪里啊？画到，谢谢大家支持，画到下面一点就行了。继续的，你看把这个线条给它全部拉下来。画完这一个之后，我们就可以画那个柿子。谢谢谢谢，蘸一下我们的这个墨汁儿。咱们画完这个黑色的框，就可以把柿子画上啊。对，把柿子，或者是大家是要再画一个花头，还是画一个柿子？因为这个花头要画的颜色浅一点。就是你们要我画花头还是画柿子？柿子也可以，柿子就要重新调色。画花头的话也可以，画一个粉色的，有点虚的花头。花头是吧？好的，行，可以，那我们就画花头吧。行，画一个小花头啊，遮在这个外面就行。这么喜欢看花头吗？大宝，你这捣乱打扁你哦！咱们把那个一只竹子啊，画工笔吗？之前画工笔，画人物的，画工笔人物的。结果去年的时候眼睛坏了，就一直没画。去年那个眼睛做了个手术，啊不行了，就不可以再老是伤眼睛，主要是拷贝台很伤眼睛，它强光拷贝台很伤眼睛的。不弯呀，直直的呀，就还好了，不会很弯其实。OK， 然后我们再阿宝，你捣乱了，开始，他不让我动了，谢谢阿宝。好的，哇，快11点了，我们在这边画个花头啊，这一只的花头，你把爪子放开好不好？谢谢你啊，你再给我动，我打你哦。这构图你看它是先往上，再往下啊，对，先往上再往下。哎，好的好的，谢谢程度，啊，我知道。二宝正齿是吧？二宝出油镜。
还差4尺。好的，谢谢大家的点赞啊！看这里啊，都画竹子吗？也可以，竹子也可以啊。竹子我们是小笔画就行，不用大笔，竹子用个小笔画就可以。对，二宝不捣乱，他旁边看着啊。对，竹子的话就简单一点啊，来看一下啊，竹子。你看我用的是绿色的一个调色啊，用绿的调色，那种翠竹就行了。这几号课？链接1呀，链接1里课链接1啊，花牡丹，我看一下吧。竹子也挺好看的，花头，行吧，那画花头吧啊，行，画一个简单的花头啊，对我画一个简单点的花头，一个粉色的啊，一个粉色的花头，对，加一点，我下节课专门安排1节课画竹子吧，对，加一点玫瑰红，一点我们的啊曙红。往上面卷兜起来就行了啊！你看我兜到上面的时候，这个花头不要太大，你看，哎，兜到这个地方，就是你画的花头不要大了，太大不好看，它就是小小的兜起，蘸一下玫瑰红，蘸点曙红，再蘸一点点胭脂，特别小的一个花头啊！你看我这个时候花瓣怎么画？我慢慢的把你看向上兜起，你看。兜起来一半，翻下来一半，向里边翻，一半一半给它翻起来啊，翻起来，蘸点我们的玫瑰红，再蘸点胭脂，朝里边叠，你看，点住向下翻下来，点住向下翻，一半一半叠起来，点住往上翻一笔，再向下折，对吧？你看这样一个花瓣。向上翻，向下折，给它点出来。所以刚才有人问我纯写意是什么？这个花瓣的笔触就是纯的写意的，它就是非常纯的写意。你看笔尖点住，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点胭脂，持续性的你看去叠加它。对吧？一半一半向里边折起来，曙红，再蘸点胭脂，向里边去叠加这个花瓣啊！你看，抠一下，向里边给它打勾啊，打起来，曙红，再蘸点胭脂，还好了，向上翻起，对吧？你看。你这样画出来的花瓣，它会比较有意思，而且是紧凑感比较强。它会很紧凑，这个花瓣出来是吧？再蘸一下我们的白色，蘸一下玫瑰红，蘸一下曙红，再蘸点胭脂，持续性的，你看，把这个花瓣啊，你看，像我这样，你看，笔尖点起，按进来，哎，向里边推，慢慢的向上扬，边推边向上扬。对吧？你看你的花瓣就一层一层的包裹出来。你看啊，我们朝上面，你看笔尖点住，翻出来一笔，对吧？你看这样的花瓣，一条一条的就撕出来了啊。这样一个就是往上面飘的一个感觉就有了。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再蘸点胭脂。你看朝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住，撕的干干，你看。下来，你看花瓣里边是有什么呀？我们这种花头以及花瓣里边，它是有这种撕开这种感觉的啊。就是这个花，它就是花头，它是有这种撕开的感觉，就干干的。其实我笔上的水分很多哎，我笔上的这个水分啊，是很多的，是很多。人家这是在照镜子呢，我跟你说。对，水分就比较多，然后呢，它画出来这个一个就是有这种球体的感觉，
它们的用笔是不太一样的。点住，你看推开，进来一个。用一点赭石，然后画一点这个，可以啊，可以，大色纸可以。那你这个窗得画的很大，你到时候染色很累啊，因为考虑到要染色啊，这玻璃上面要染的，要染绿色，玻璃这个要染成玻璃的质感，要染成那种绿色，然后画水滴，不然你怎么画啊？你这个没法染啊，姐妹，这是为你好，我怕你大篇幅的你染到怀疑人生啊。对不对？怕你染到怀疑人生，所以才要求你看，点住，你看枝折进来，向下折一下。不想画水滴，那这幅画就不好看了。
对，你不想画水滴的话就不好看，它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这个水滴。对，我明天染色，大面积这种水滴在上面就才好看呀。你这不水滴它美不美呀，姐妹？对，染玻璃窗啊。然后你看我蘸一点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刚刚可能就是不考虑竹子，因为竹子如果用墨的话呢，用翠竹也比较好看啊。用墨竹的话，我明天肯定会把这一块给染到了，就颜色飘出来。所以我刚才我就思考了一下，它不太适合4×3开的呀，不是3尺整张的。你看这个地方叶子啊，你看点一下，对吧？加点小叶子，想画雪花，啊，画雪花也可以。雪花它比较简单，雪花直接涂点白颜料就完事儿了，直接，对吧？你看这个地方，叶子嘛，太白不，叶子是藤黄3绿，蘸着3青，笔尖蘸点胭脂调的，太白3绿3青胭脂。雪花简单的，它就压在上面就行，就白色的那个颜料抹在上面就行。OK 啊 OK，这个花头，这个会啊会啊，这个必须入课程。OK，可以了。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把剩下这个画掉啊。你看，比如像这个地方加多出一个窗框的位置，往下加到这边点住，点住以后啊，你看让它转折进去，旁边横过来连在一起，好，横过来连在一起。尤其是画到我们花的这一块，一定要小心一点，要这样一点一点，你看去分割出来，对吧？把花这边给它分出来，然后你看继续涂黑色，涂起来，黑色涂上。好，把这个窗框加好，然后持续的，你看给它反过来，再加一条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地方横过去点上，横过去，注意给它，你看要留个小框框出来，给它点起来。花瓣的这些位置应该得分割进去，啊，割进去，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持续性的给它往下面分割。你看它有些那个内容它是被遮挡住的，有部分的内容它是被遮挡住，是看不见的啊，看不见的。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加一条黑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蘸的这个淡墨啊，在里边继续画出它的一个窗台的一个框架出来。在中间，你看它能找到它的一条线，顺着线，你看轻轻的加过来，淡墨，顺着它往旁边加出一条线。
它一共是3条线啊，一共是3条线。你看，把最上面这个地方再加一下，折过来，点住，好，横过去，然后还有一条是斜着的，这样出来3条线。然后在这3条线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画我们的这个台面就可以了，台面。然后在台面上面也可以加点花瓣啊，它会这种你看掉落下的感觉，你看散落有小的，哎，你看推开，慢慢的拉平啊，推开一些向下散落的花瓣，放点胭脂啊，画一点，你看。好，有细的，有窄的，多画一些啊！你看这种细细窄窄的，多来一点。要注意宽窄不同啊，大大小小的这种花瓣，你看给它散落在这边。旁边再加一点点，你看这种小一点的拿一片，这样呢，你看我们这样一边的花瓣啊就画好了。之后就开始什么通染啊，通染，蘸的是赭石啊，笔蘸点赭石，蘸点清水。然后染的时候要注意怎么染，从左到右，你看这样子，笔尖点在这儿，点按进来，轻扫，扫进去。清水蘸赭石啊，赭石里边可以略微加点墨汁儿，你看啊，清水多蘸点赭石，从外向内去平推，而且要反复扫多次。清水蘸赭石，反复的向里边扫多次。这样呢，它既能出现这种特别干枯的这种质感，对吧？它又出来效果，你看有光面和高光的反应。你看，持续的在里边通染，你看推开，推开，慢慢的，你看它就推进来了。而且要一层层的叠加的染法，进行层层叠加。你看，加进来再染。一层一层去叠进来，蘸赭石，要顺着它的纹路去染，这很重要啊！你看，好，但是最重要就是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住，向上推，然后往回染，点住往上推，你看，好，往回染。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这个块面，它一定要把皮儿这个地方给它留干净。对吧？而且还得把这花瓣给它留出来。
染的轻一点，你看把这一段的位置给它留出来就行。好，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一块的花瓣就染好了，角落里边再点一点点啊，这是。把台面的这块位置给它处理好啊，你看这是平拉。继续把你看剩下位置全部染完，笔尖点住向上，好，向下一点点，不要进去，你看，诶，侧锋点住向上推啊，把它染出来，这是。用赭石把这些你看花瓣轮廓线给它勾出来，这很重要，一定要勾干净。用笔尖去勾，边勾边染，而且每一个花瓣的轮廓要清晰。边勾边染，把这个每一个花瓣层次给它叠加出来。它最重要就是这个花瓣的飘落在台面上的一个层次，所以一定要渲染干净，对吧？这样就会比较清晰一点。好，往回带一带，简单的平染，推开，这样这个台面啊基本就染完了。然后去染上面的这个，首先通铺赭石，笔蘸赭石通铺一层，浅色赭石啊，颜色比较薄，平推啊，平染，你看点住，平染，而且这个地方颜色比较淡啊，比较淡。平染一层，然后上面的也是一样，赭石蘸点什么呀？淡墨，继续染。染好之后，我们再你看，把旁边这个地方也要给它加上去，你看。OK 啊 ，OK， 两边对齐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调什么啊？一个碟子里边装的是藤黄和三绿搅拌在一起的清水。哎，慢慢的调匀啊，打匀，淡淡的清水，绿色和黄色的啊，一点点，颜色淡淡的，可有可无就行，不要太深。拿一支干净的毛笔，好，我们开始去刷色啊，刷色。准备好一打纸巾，一打纸巾，按照从上到下的次序去刷它。边点，你看，边刷边点。这个基底处理的效果，它是一个提前用明矾先刷过一遍。
提前用明矾已经刷过一次了啊，明矾水，而且不是刷的，是喷上去的。你把这个画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用这个水泼上去，边擦边吸干，啊，边画边吸干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把咱们这个你看水给它流出来。因为我们这张作品它是前面是水滴，后面呢是什么呀？就是后面这一部分它都是什么？是保留着的。好，边画边吸干。都是清水啊，往上面去染，它能够留出这种白色位置的，哎，就保留啊。它没有留白的啊，被水覆盖过的，被水给晕染上的，说明我们这种白色它没染进去，不用管它。因为整一块玻璃上总有什么雨打不到的地方。对吧？整体这样你看去扫，一般都是提前用这个明矾啊，简单的先处理过，边泼水边吸。那一方面呢，你这样边泼水边吸，也可以让它的这个，你看晕头效果更好一点，染得更干净。好，整体再过一遍，有的地方你看它不是特别明显啊，得再过一下。好，整体一个啊，通染完之后，你看，用纸巾这样轻轻的拍一遍，就吸掉一点清水。因为我们用绿的染过之后，它哪怕干了啊，它有这种一条一条的这个痕迹在上面的啊，也有一条条的痕迹。好，拍干净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什么呀？你看，看到这个上面一些纹路了吧？用纸巾啊，简单的再吸一吸。好，我们开始在这个，你看上面画出一些水滴状的啊花纹。我们一般用两种颜色啊，用两种颜色。花上面的水滴呢，我们用的是这种红色啊，红色。那么一般其他地方的水滴，我们用的什么？就是墨啊，墨来画。那么首先需要用到一个主色基调是太白，太白需要画出什么？画出一些水滴轮廓和淡墨。一滴墨汁和太白。首先我们需要画出它的一个水滴的轮廓出来。笔沾的太白颜料比较多的啊，稍微厚实一点的太白。笔尖刮尖，注意别让它阴砍啊，所以颜料需要厚一点。颜料需要颜料厚，水分少啊。同时你看拿个纸巾把笔肚子的颜料、笔根处颜料得吸干，这样它就不怎么阴。加之我们这个纸它本来就是什么呀？加上我们的这个纸面它本来就是这种啊，你看流线型的啊，流线型的。你看，在这些边上把这个轮廓加深，在边上把轮廓加深一层，
而且你看，顺着咱们这个轮廓，你看周边补上这个颜色，这样你的水滴轮廓你基本不需要去后期处理，它会比较自然。而且呢，这个水滴你可以重新选择，因为它干完之后其实都不太显了。啊，你看它干上，它有点干完以后，它基本就不太明显。而且我们这种随意铺洒上去的这个水滴啊，它呈现出来会比较的自然。你看这水滴是不是很好画，对吧？直接顺着这个轮廓去画，它这样铺洒上去的水珠会非常的自然。就不会像那种刻意营造出来那种水滴就会特别的假。而且我们可以用这个画出大面积的水珠，就不用去吝啬你的水滴画的太慢等等的，用这个方法画，你可以画出很大的面积的水滴，你看有大有小。很大面积的水滴可以去画，就不用画那种小小的呀，可能你会担心水滴很麻烦，很浪费时间，其实都不用的。咱们只需要你看顺着它去画就行。你把它描起来，你还不会描了吗？因为有些水珠是这样流下来的啊，它是往下低垂的状态。那有一些是比较密集的，它处理在这个上面啊。用一个白线先勾勒出来的呢，它的效果会好一点。因为大多数的水珠都是浮在上面的啊，就虚浮着，你看有大有小。按照我们这样用明矾后期处理过的往上打水，效果会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水滴呢，它也不是画在花上的，它是在玻璃上的，从而透过这个花的这个感觉啊。加上我们这个水啊，刚才打过一遍水了，你看它现在这个水滴上去非常容易，非常容易上水珠。当你顺着所有的水滴要顺着这个自然的一个，你看玻璃面去画，它会很漂亮，小圈圈。因为大家要知道，你的水珠它不会只有一颗的，它很少出现一滴的情况，它一般都是很多联合在一起。你看每一个边边都要有这种，你看小水滴往下流的感觉。因为水它炸在我们
啊，玻璃面上它的质感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的往下流，它不是泡泡啊，是水珠。而且是我们因为是顺着它画，所以会比较好画一点，会容易很多。啊，会比较活一点。好，这样的你看我们啊，整个篇幅呢，你看玻璃面上的啊，你看这个水滴我们就画好了，玻璃面上的水滴。都可以，那我们也不需要太多啊，这样呢就够了，玻璃面上的水滴。然后啊，第二步继续拿纸巾，啊，把这个你看白色面给它稍微擦一下。简单的把它擦拭过以后，你看好了啊，我们开始去渲染啊。去渲染我们这一个啊水滴的颜色，笔蘸一下白色，稍微在这个里边盛一点清水。这其实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效果都差不多。你看啊，笔尖你看，但是它的一个水滴的，你看颜色渲染就会找到一个面去染，反正你不管是染左侧还是右侧啊都没关系。但是它一定要有一个点是比较白的，需要有一个点比较白。把所有的你看这个点都去找一个白点，然后推平。每个点都要像我这样去推平一个推平一个块面啊，就让它有一块属于它自己特别白的地方。其实你可以去找，它这个每一个点它比较白的地方，你看它是自己已经出现了。那我找到，你看这个白面在这儿，你只需要自己去找白面，然后提亮它就行。就它本身是白的地方，你就再提一遍。好，然后呢，蘸点清水啊，我们先提亮第一次就够了，沾点清水，推开，推开，推开，用清水化开它会比较自然。接着你看，像我这样用清水给它推开、化开，好，继续的染其他地方的。把它每一个面都先找到，咱们先把这种圆形的水滴先画上啊。找完之后，你看笔尖点清水给它化开。
好，你看这样子呢，基本上啊，我们这个水滴这一块就渲染完了。然后去找什么呀？垂下去的啊，流线型水滴。找一个单边向上染。朝一个单边向上染，然后蘸点我们的清水，整体平铺。好，这样你看染完第一层水滴啊，染完第一层以后呢，请看，我们接下来可以染第二层。因为有一些水它藏在后面其实不影响的，随便它藏在后面就行。第二层这个时候看好了，我们一共是分3种颜色。第一种颜色就是墨汁，笔蘸调一点点的淡墨，放一点我们的太白，就有点灰色的感觉啊，放在后面。然后呢，用纸巾把它吸干。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地方，笔尖轻轻的点住，好，下来，线条一定要非常的细，线条一定要是非常的细啊。然后你看下面这块地方，拉黑一块，好，继续的。持续的把这水滴给它加上，包括你看这里边这个地方，你看透过一个白色的，加一个深色的角落里边，包括这个地方，就是在它的对面这个地方，你看加一点黑色，淡淡的黑色。那么我们在这个黑色地方可以干嘛？可以加阴影啊，加白光啊。就是任何找到一个它白面不太清晰的啊一个地方，你看都可以找到。前提是它的白面一定不清晰啊，白面一定是不清，就是白色的那个面它是不清晰的，光面一定是不清晰的啊。而且是正好是趁湿。趁这个背景的底色还是湿的，你就去勾，不然等干了不好勾了啊。因为它现在湿的，它特别好勾，而且这个墨呢也不会，它只有7、8分干的湿啊，墨呢也不会扩散的很快。我们就沾一点点淡墨就很好画了。沾一点淡墨，你看这个水滴的效果就特别好表达啊。有的呢需要把它画的很分明，那有的呢，你看其实简单的体现一下就好了。有的要分明，有的要简单体现啊。所有的水滴画上。而且有的水滴，你看它是呈覆盖状的。就是在勾这种黑色线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水滴都勾上，就是能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全部勾上。注意大大小小，但凡我明矾水洒出来的位置，我全部去勾。就是大家感觉好像这样一个压力很大，其实不是的。
它只要简单的有一点，你看水滴的质感就行。那有些看不见，你看这种地方都可以勾，因为任何洒在上面的水滴，我们都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哪怕它没有高光，没有像我们这个白色的高光那么清晰啊，或者没有点染过的，但是都不影响它的美感，而且会非常的自然。就这样持续性的把所有的水滴，但是你看，画到粉红色的这个花的时候，水滴咱们就不能那么染了，就不能染黑色的了啊，它得用什么胭脂去点染，因为它哪怕是，它就算是透过什么，透过这个红色的花的这个地方的水滴，它也不能是什么黑色的。而且我们的水滴要求就是要画的非常非常的自然。就是我们能把明矾水泼到这个花瓣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角落都给它画出来。就是尤其是咱们红色这个块面得给它留出来啊，红色这个小块面的内容得必须给它留好了。你看它有点自然的晕染就很好看，所以我们必须前期一定要什么泼一层水，在水上作画，必须得有一层简单的晕染，然后在这个染好的水上面进行去，你看它会晕染出一个小阴影啊。就是我们在进行黑色勾边的时候，我们要用眼睛去找，你周边这些哪些地方还有多余的水珠，刚才白线没有勾到的啊，去找。你找到以后，你把它顺势的给它勾起来。那你看，它如果面上没有的，没有就不用勾了，要没有就不用勾了嘛，这个就是小事儿。有了你就把它给勾上。很透彻的这个质感给它画出来。
淡淡的颜色，给它继续勾。而且它有轻微的晕染，也是很好看的啊，很好看的。你看这个边边上。把每一个小水滴全部给它画出来。画出之后，你看水滴向下低垂的感觉啊，给它画出来，低垂的质感。越往下，你看这个侧缝拉得越宽。然后我们找一下所有的这种水滴全部染完以后啊，哎，我们再去看下面的内容。然后有些地方我们点染过的地方，你看再拿白色的啊去渲染一遍。你看这个地方，用白线去勾勒一下，点到里边去啊，点到里边去。外面的你看，添一个小小的，这个也是一样，你看细细的进来。画一个小水滴，这些都是一样的。小水滴倒是好画，就一个圈。就后期的这个染色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们在画这种水滴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把它画的特别的啊棱角分明的，简单一点就好了。
然后整体画完以后呀，看这里，上面这些水滴都染完了啊。我们染完了以后呢，去找一下什么呀？我们这个中间染的粉红色花瓣这个地方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胭脂啊，胭脂去勾勒。用胭脂或者是玫瑰红啊，去勾勒一下我们这个，去把我们这个水滴啊，花瓣上水滴给勾出来。一共用的是曙红或者是玫瑰红，然后是用胭脂先勾勒出浅色系的一个水滴。因为当这个水滴打到花瓣上的时候，它的颜色会略微的呈现比较深的一个颜色。毛笔清洗一下，笔蘸胭脂，打一个阴影。胭脂啊，把阴影给带出来。好，整体呢都把它渲染完了以后啊，我们开始点高光。笔蘸的是什么？我们的白色颜料，或者是统一点阴影啊。笔蘸的什么？淡墨啊，淡墨。放点水分，多点水分，蘸一点点淡墨，然后用什么纸巾给它稍微吸一下。你看，下面添一笔出来，你看加出个小阴影，阴影，以淡墨去渲染啊，就是要它晕开啊，不晕就不行，一定要晕开。对吧？淡淡的一圈，你看淡墨给它晕开，稍微哪怕稍微黑点也没关系啊。轻轻的晕染一层即可啊，让它有点淡淡，你看晕染的一个氛围感出来。你看，全部一个小阴影给它打上去啊，以清水加淡墨为主的小阴影，非常淡。加深一圈，加深一小圈，加深一小圈，你看，加深的颜色部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加深的这个部位。好，你看这样它的水滴呢呈现出来质感会更好一点。好，画完之后，你看我们开始点白啊，点白。白色这个是怎么去染的啊？
直接你看笔尖蘸的是干白啊，干白色。这一坨白色颜料，你看点在什么地方？这些地方你看点住，点在它比较黑的地方啊，它最黑的这个地方去点2个小水滴。这样你看啊，我们整体的水滴我们就画好了。然后呢，我们拿一支啊稍微大点啊，而且要干净点的毛笔啊，滴上点清水，整个笔上刷上纯白色颜料，而且白色比较干，整支笔上刷上白颜料，加出这种光面的一个质感出来。笔啊比较干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点到这个地方，点住，往下加啊，往下加。加出这种玻璃面的感觉啊。是白色的啊，你看加入它的光面。有点遮挡到，你看什么呀？我们这个花上遮挡住它。但是你不要去遮水珠啊，水珠不用遮住，因为这个水珠是浮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呀，咱们这个面上的，咱们这个面上，你看，这样一加，哎，整一个光的啊感觉就有了。继续的往下，你看它，因为整体它都是什么呀？这种白色。
加入这种光的厚度感。但是注意啊，你的毛笔不要太湿啊，不要太湿。你看这样一个光的感觉就有了，然后继续加啊，继续加。因为它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玻璃啊，你可以在这个蘸太白的同时，稍微掺点什么？掺点绿啊，白色里边掺一点点的绿或者是黄都可以。掺点黄或者掺点绿，你看，稍微像这样，你看细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加入整一个什么通体的一个玻璃的质感。好，旁边这些地方你看加的方一点，特别白的这种方块，稍微方一点，你看笔尖点住。然后整体的啊，你看，用这个，在这些地方点住，往下加一加，往下加一加，在这儿继续的点住，再往上加一下。最后我们来点一下花蕊啊，好像这种地方的花蕊，它是一个五角星的，一、二，稍微粗点，一个小五角星，啊，好，然后下面这个倒紧的花蕊啊，也是一个小五角星，啊，藏在里边，一、二、四，啊，小五角星。那么我们在等它干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花蕊要稍微干一点再画。我们可以去画什么？画白色的加藤黄，白加黄的蕊画哪里？画这个，画几个这个，画在这些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啊，二乔，笔尖点一点点特别小，你看，多点几个小蕊丝，慢慢的点啊，点住，注意整个蕊要有大有小，一个质感叠出来。而且这个花蕊呢是什么？向里边包裹的。有种包起来的感觉啊，简单的给它包一下，包括外面这些地方小碎里边掺一些比较杂的蕊丝。好，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多啊。那一块我们不要把它弄太多啊，因为人家本来就是含着的嘛，它没有开呀。重点就是它没有开。好，继续。这个地方的蕊要加一下，
点住小小的一根一根丝儿给它拉下来。我们尽量多点几层啊，层数可以多，但是它的左右生发的这个位置啊，你不能给它太超了，点的很多很多啊，那不可以。好像这个地方点一个小小的，我可以继续。但它的蕊不是很多啊。好，包括这个地方的蕊，这个甚至可以不用点，我们简单，你看，小星星来几个。咱们尽可能的根据这个花图的实际角度来画啊。拿支笔，笔尖呢蘸点胭脂，点住，给它画出来周边的这个花纹。好，放进水分，把这个蕊周边给点起来啊。按照你看点住向里边包围的方式，你看一层一层向里边叠，蕊一定要你看细、小、密，而且要注意是，你看像我这样一层一层去叠加。蕊如果太小就没趣，不好看。最后整体的啊一个花头的修饰一下，包括这个地方啊，可以加一个小花苞，粉色，你看叠加进来，叠加一个小小的花苞在这个地方，叠加一个小小的。这样一叠，整个画面就会比较的完整和饱满一点。粉色的一个花头藏在后面的。